婶婶频繁地和男子偷会，却总是被小女娃撞个正着。为了守住这个秘密，凶神恶煞的婶婶总想找个理由把小女娃给打死。死丫头，你认不认错？宁宁没做坏事，宁宁不认。别打了，桂红，我替宁宁向你跪下了。一个孩子被这么打，接下去他要没命了。我哼，娘啊，不是我说你，我还不是替你教训孩子。当初要不是你非要死切白脸的把他捡回来养着，现在也不至于惹得我发这么大的火。我没有错，你不要这么活我奶奶。你还敢没错？一出门没多久，牛车就坏了，肯定是你这个小野种克我们。小孤儿撒谎成性了，不打能行吗？娘，他都不听你的话，就该狠狠的打。我一见这个外来的死妹妹就心烦，不如打死算了。婶婶，牛车不是宁宁克坏的。秦大婶自然不听，高高扬起竹条，正要抽下来，没想到在这个危急时刻，一群野狼出现了。狼来了，快跑啊！狼？哪来的狼？他爹，你快过去看看，到底咋回事？一只庞大的黑影强势的迎面扑来，还带着一股凶狠的腥气。仔细一看，竟是多只体格强壮的狼。救命啊！这情景直接吓得娘俩同时尖叫。秦大婶撒开脚丫子转身就跑，此时的女儿根本就不重要了。前方美吓得豁然晕倒，直接坠进了身后的水井中。宁宁，快跑啊！毛毛，我，脚软了。狼王已经走到了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小家伙。你吃了我吧！他紧闭双眼，小手捂住脑袋，做好了被吃的准备。宁宁，快来人啊！狼吃小孩了呀！没过一会，狼王才将小女娃放在山洞里。小家伙害怕，身子抖得厉害。狼王身后的2匹狼嗷呜嗷呜的交头接耳。你们千万不要吃我的肉不好吃也不嫩，是苦的哦。狼群惊讶，对视一眼，这个小女孩居然能听懂他们交流。狼王迈步上前，朝小家伙低吼几声。你是说你们不会吃我，是为了把我救过来吗？狼王听后点了点头。多谢狼大哥了，那我可以把奶奶也带过来吗？爷，多谢狼，哎呦！小家伙高兴极了，他不仅不怕，反而笑得咯咯天真。在他眼里，这些狼比婶婶和善多了。小女娃坐在狼王背上，稳稳地进了山林。这里太大了，奶奶到底哪里去了呢？只见狼王刷刷刷几下跃到了山崖上最高的位置，他一阵阵仰天长啸。片刻后，整个山林都传来狼叫的回应声。我听懂了，原来狼在号令整个山林的狼群帮忙寻找奶奶。不过一会，一声声狼啸传来，狼王眼神凛冽，快速背上小家伙朝那个方向奔去。找到秦奶奶的时候，他竟然被不知道哪里来的铁链拴了起来。奶奶，宁宁，奶奶不是在做梦吧？真的是你啊，宁宁！奶奶，是我来找你啦！老天爷保佑啊！我的宁宁安然无事。奶奶，我现在跟狼他们在一起，他们可好了，就是他们帮我找到你的哦。秦奶奶抬头看见洞坑四周围满了黑色的狼，吓得她差点又昏过去。奶奶，别怕，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哟，会保护我们呢。秦奶奶定了定心神，叹了口气：宁宁，奶奶怕是走不了了。你瞧奶奶身上这比胳膊还粗的铁链子。小家伙跑到铁链旁边，小手拉拽，几乎用尽吃奶的力气。您猜怎么着？铁链竟纹丝不动。哎呀，我的手痛哎！他没有拽动，反而自己摔了个跟头。狼王跳过来，用脑袋将小家伙拱起来，随后用尖锐的狼牙撕咬铁链，可怎么咬也咬不断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怎么才能把大铁链子给扯断呢？有啦，我可以去仙境里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得上忙的。小家伙一个旋身就进了空间里，他挑了一把看起来很锋利的宝剑出来。狼，这个可以吗？黑狼王抬起一只狼爪，将无奈写在了脸上。小家伙一愣，嘿，对不起哦，我忘了，狼的爪拿不了剑。哼，那只能我自己来了。他对着铁链子划拉半天，结果当然是显而易见的砍不断。
奶奶这可怎么办呀？我没办法救你出去了。宁宁，奶奶都一把年纪了，还管奶奶干啥？只要你没事，奶奶就放心了。你婶婶说的对呀，奶奶老了，如今活着也是累赘，不能拖累你。奶奶才不是累赘，奶奶是宁宁最亲的人了。奶奶你放心，我去找人帮忙，一定要把你救出来。好好好，奶奶呀，在这里等着你。可是该找谁帮忙来救奶奶呢？一个孩子自然是找不到人。看出小家伙的难处，狼王对手下们发令。狼们频频点头，顿时四散离去，各自找人去了。婶婶和她的姐夫相会，被小女娃偷偷看到。为了防止事情败露，婶婶竟想要把女娃丢弃。在这个危险时刻，狼王出现抢走了女娃，奶奶却被婶婶一家用铁链关在了山洞里。就在小女娃骑着狼王出去找人帮忙的时候，他们发现了一位身受重伤的小少年。这个人血乎乎的，是不是被你们咬死了？狼说人可不是他们咬的，发现的时候就是这样。哇塞，好漂亮的小哥哥啊！不过他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应该没有力气去救奶奶了。我们先帮忙看看再说。少年猛然睁眼，一把抓住了小家伙。都别动，谁敢再靠近，我就撕了他。小哥哥，你这样不行的，伤势会变得更严重的。你是谁？怎么和一群狼在一起？我叫沈宁宁，这些狼都很善良的哦。还是他们发现你泡在水里，刚才正打算要救你呢。你这小家伙真是傻，净说狼善良，我不相信他们会救人。你让他们都退远点，我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。沈宁宁摇摇头，不行啊，小哥哥，你伤得很重，不要随便走。狼说你身上的刀伤太多了，没有个3期24天很难好的。莫林威将石片再度抵进一寸。少废话，我不想听到不行，你想办法，不然的话就同我一起去见阎王。小哥哥，你相信我嘛，我有信心不出3天就能把你治好。等你好了，我还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呢，所以我不能让你走。你需要我治伤，我也需要你。小家伙故作镇定地说出这番话，实则小手早已抖得不停。莫林威气得咬牙切齿，你这是跟我讲条件？小家伙倔强地撅着嘴不说话，眼中闪烁着泪意。见他如此，莫林威扔了石片，撑着河滩坐在一旁。少年闭着眼，小家伙看到他身上的伤口，因方才的动作又开裂了。小哥哥，我来给你擦擦吧，你伤口都流血了。不用你擦，我自己来。他一把夺走手帕，等他擦完，沈宁宁已经让狼三从狼穴拖出来一个医药包，解开布包，里面是琳琅满目的珍稀药材，人参、灵芝、鹿茸、雪莲。沈宁宁将一些药材在小手里揉了揉，随后捏住莫林威的下颌，来，张嘴的。什么？快拿走！这么多药材一起吃，你想毒死我吗？怎么会呢？狼说了，这些可都是能止血的上好药材，快吃吧你！一般人我还舍不得给呢。沈宁宁，你不用感谢我，虽然有点苦，不过伤势才能好得更快哦。莫林威乌黑的眼神，恨不得把一旁的狼给撕了吃了似的。不过他没有什么力气挣扎，只能认命吞了。他跟沈宁宁还有几只狼一起，来到一处世外桃源般的地方。好啦，小哥哥你进去泡吧，这个泉水能滋养身体，让你的伤势快速痊愈。我们就先出去了。沈宁宁，你等等，别走，我。原来你怕水呀，没关系，我陪着你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小家伙的话竟神奇地安抚了他。莫林威调整气息，身体里始终有一股剧毒的力量冲击着他的五脏六腑，让他有着犹如被放在烤架上煎烤的疼痛。另外一边，秦大婶又和杜员外厮混到了一起。沈宁宁那个小家伙虽然年纪小，可那天还是看到了不该看的。桂红啊，你可不能让他活着。哎呦，姐夫，你就放心吧，就那个小丫头，如果知道她奶奶死了，她自然不会一个人留在世上。就算死不了，回头我把秦老太太弄回来，那小孤儿还不是屁颠屁颠的跟回家？到那时我一定要她性命。杜员外点点头，不一会便走出房门。恰好秦大叔扛着锄头归家，看见杜员外以后，秦大叔连忙上前问好，可人家根本理都不理他，直接上了马车，扬长而去。姐夫，慢走啊，替我向姐姐带个好。你姐夫又来了，给什么好东西没有？秦大婶白了他一眼，带了半缸米。怎么就给了半缸米？平时都给2缸3缸。你一个刁钻的蠢货！现在到处缺粮食，全靠朝廷开粮草赈灾。我姐夫能给我们半缸米，已经不错了，你还嫌少？你有本事自己去弄。现在你被狼咬断一只手，
谁会要个废人？王贵红，你这说的叫什么话？我可都听了你的，将我娘扔到山上去了。我这不也是为了咱全家能吃饱吗？不过你也得体谅一下，不是？现在闹旱灾，咱家全靠我姐夫救济。再说了，咱们女儿摔进井里磕破脑袋，那诊金要钱，不都得靠我姐夫出？秦大叔一下子没了脾气，他垂头丧气地坐在地上。要不是他没本事，也不会家里全都是秦大婶一个人说了算了。3天过去，得益于小家伙的灵泉潭水，莫林威伤势痊愈的速度超乎了他的想象，体内那股毒素刺激的灼热感已经消失不见。我身上的毒居然被这泉水给解了。沈宁宁，她到底什么来头？给你，要趁热吃哦。你的内在伤势还要好好养着呢。吃鸡蛋，好得快。小家伙把鸡蛋连着蛋壳一口就给吞了下去。沈宁宁，怎么呢？小哥哥有什么事吗？你怎么连鸡蛋壳都吃了？蛋壳不能吃嘛。我在家里的时候，婶婶都是这么分的呀。蛋黄给了姐姐，她和叔叔吃蛋白，我吃蛋壳壳。什么？莫林威冰冷晨曦，望着小家伙，他3下5除2将蛋壳剥去。吃我这个吧，你要记住，以后蛋壳剥了再吃。谢谢蝈蝈。是哥哥。蝈蝈。罢了，我跟一个小孩计较什么？沈宁宁朝他笑得明媚可爱。走吧，带我去救你奶奶。哥哥，你的伤不要紧了吗？身体还差点，但武功没废，救人应该绰绰有余。走吧。当沈宁宁与狼群带着莫林威来到奶奶身边。小哥哥，你看我奶奶被铁链给锁住了，你能帮忙把铁链给砍断吗？来这里就只是砍铁链？对呀，不然呢？莫林威怔了怔，他以为老奶奶被别人扣押，都做好了大打一场的准备，却没想到只是过来砍断这个铁链子。您呢？奶奶，我找了一个厉害的哥哥来救你哦。你看，他是谁？他是来救你的，奶奶。没刀没剑，怎么救？有的，你看。3匹狼分别叼着一把剑、一把刀、一把长枪，砰的一声，铁链断开。奶奶，你终于得救了。您呢？奶奶半瘫了，恐怕走不了。要不要也让奶奶去泡一泡灵泉呢？不可，她伤在经脉内腑。眼下最重要的是，你得给她找个郎中。郎中怎么找呢？突然，他身后传来砰的一声，竟见莫林威倒在地上。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小家伙跑过去，用手试了试莫林威的额头，滚烫无比，显然是旧伤复发了。您呢？他怎么伤得这么严重？奶奶，我要进城去找郎中。狼王顿时狼嚎一声，他想要陪着沈宁宁一起进城，随时保护她。不行呀，郎，你跟着去会让人害怕的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我一定会在天黑前回来。您呢？万事小心。知道了，奶奶，你照顾好自己。小家伙刚来到药铺，就被人往外边赶着。哪来的小叫花子？走开走开，这里没吃的给你。我不是来要饭的，我卖药材。伙计眼里饱含嘲讽，一个小娃娃能有什么好东西？就你卖的什么药材啊？提前说好，我们可不收品相差的东西。沈宁宁解开破布包，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拿出紫灵芝。这个收嘛。伙计的下巴差点掉在地上，他瞪圆了眼睛，看着小家伙手里的灵芝，品相极好，在如今这个旱灾年，50年都不一定能长出一只。啊，你等等，我去问问掌柜。不一会，瘦高个掌柜出来。小娃娃，这灵芝是你的？没错，掌柜爷爷，你要不要？要是肯定要，不过我要先问问你，这灵芝你是从何而来的？我自己种的。如今旱年，今年京城也只下了2场雨，根本不够灵芝生长。这女娃到底从哪里弄来的一只？掌柜爷爷，你不要的话，我就去问问别家了。等等，我呀，怎么不要？这个灵芝给你80两一根，你看如何？其实按照市价，这样的给100两都不为过。不过他就是要试探一下，这个小家伙到底懂不懂行。沈宁宁想了想，80两都能买好多东西了吧？我卖5只，一共400两。什么5只？这小女娃是要财富商啊！小年纪直接掏出5只紫灵芝。掌柜爷爷，你这里什么最贵？我回去种好了拿来给你。人参、何首乌，你要是有，我也都可以收。好的，我都记下了。掌柜爷爷，叫个郎中陪我走一趟吧。小娃娃，不嫌弃的话，我就跟你去吧。回春堂里的大夫都出诊了，我这个掌柜也是郎中出身。他终于能趁机弄清楚这个小女娃是什么来头了。那我要给你多少诊金啊？不多，来回也就给个10两，不算药费在内，你看可行？
好，出发。小家伙用卖灵芝的钱买了辆马车、衣服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，400两就只剩下20两了。当马车晃悠悠的从村口路过时，秦大叔和一群村民们流露出了羡慕的眼神。这是哪个富贵有钱的主子又来咱村了？马车去的这个方向不像是进咱村的，有可能只是路过。要说有钱人，坐马车的我就见过一次，那就是老秦的姐夫，你说是不？老秦啊，怎么说话呢？老秦人家的姐夫可是经常回家来帮助老秦的，你说是吧，老秦？啊，对，我可是看到他来过很多次。秦大叔面色铁青，一言不发的就拎着锄头走了。老人家没什么大事，气血淤堵，严重的是耽误的时间长了，要每日针灸，得好好养1个月了。那哥哥他呢？至于这位少年，他主要是受了伤后没有好好疗养，洞穴阴湿，不利于内外伤恢复。我给他开些药方，按时服下即可。多谢掌柜爷爷了。第2日，莫林威身上穿着沈宁宁为他买的新衣裳，更显得莫林威眸光灼灼，意气风发。哥哥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奶奶做了好香的葱油饼，马上就能吃啦。好，多谢。哥哥，你可不可以教我何首乌3个字怎么写？他还记得药铺掌柜说，何首乌跟人参价格昂贵，下次进城他可以带这2样去。莫林威在山壁上写下何首乌3个字，沈宁宁十分好学，他立刻认真的记在心里。莫林威忽然笔锋一转，他又写下另外3个字，这是何首乌的另外一种写法吗？真特别。真笨，这是我的名字。沈宁宁顿时仔细看去，哇，怎么念？莫林威。一边的秦奶奶听着一顿，哇，好像是王孙贵族皇上的姓氏啊。不过他也不敢确定，毕竟年纪大了。沈宁宁，我要走了。他的人已经来找他了。宁宁，哥哥要回家了，这是好事，不然他的家人会着急的。我们跟哥哥说再见，好不好？好，哥哥，希望以后咱们还能再见面。以后你如果遇到困难，拿着这个玉佩去京城的镇南将军府，就能找到我。沈宁宁接过玉佩，要是没遇到困难，只是想哥哥了，也能去看看你吗？当然可以。这段萍水相逢的缘分，会始终是他宝贵的记忆。跟沈宁宁待在深山里的这几天，是母后去世以来让他过得最为轻松自在的几日。只不过他还有自己的大业与仇恨，必须要回去面对。马车飞快驶离，莫林威忍不住拆开包着葱油饼的布，没想到最底下竟塞着20两的银子。怪不得沉甸甸的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那日宁宁从城里带回来的银子就剩下这么多了。小家伙真惜银子，这次却一股脑都给了他。莫林威忍不住朝后看去，只见遥远的山坡上，那个娇小的身影一直站在那里挥手。他不在乎他是不是看得见，他只是想跟唯一的朋友好好道别。宁宁的奶奶被儿子媳妇给抓到院子里了，门外还围了一群看热闹的村民。是你们报官说家人被狼掳走了，我们一路找到狼洞去，这老太太还在锅里煮米糊呢，瞧着也不像有什么事。捕头大人，我娘4年前捡了个婴儿回来，谁曾想那小丫头长大了，竟不知何时跟狼群搭上了关系，不仅教唆狼群入村伤人，还把老母亲也拖走了。王捕头，不是他说的那样，明明是我受伤了，我家乖孙女跟狼群一起照顾我。秦奶奶还要上前解释，就被秦大叔死死钳住了胳膊。娘啊，你还想护着那个小孤儿，他害得我被狼咬断了手，这次你就别争了，都听你儿媳妇的。前阵子杜员外刚送了米，在家待着你就不会饿肚子。你个没良心的，你帮着你媳妇把我绑到山上去，如果不是宁宁，我早就死了。啊，怎能如此做人？秦大叔不说话，面色铁青。总而言之，他就是不许秦奶奶破坏妻子的计划。王捕头，那个小丫头一定会回来，一会看见她，你们可不能手软，不抓住她，她就会仗着一群野狼胡作非为了。你撒谎，我从没有让狼们伤人。小家伙的身影出现时，秦大婶眼底闪过一丝得意。小东西，老囊总算是把你逼回来了。听说这个是能操纵狼群的小狼女。5块上下打量着她，越来越怀疑秦大婶所说的真实性。毕竟一个不到4岁的小女娃，怎么可能做到与狼为伴？沈宁宁，你这个白眼狼，我们秦家把你当成亲生的来养，你不感恩就算了，你还一直都在偷家里的东西去养着狼。我没有偷，吃的都是我自己的东西。秦大婶呵笑着。那你倒是说说，6只鸡，7只鸭，8只鹅，你是怎么得来的？还有那红果子，你说啊？东西都是从仙境里拿的。这个婶婶太坏了，这是逼着小家伙说出仙境的事。
鸡是山鸡，狼抓的，毛是我清理的，那些果子也是山上采的。能啊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心软疼孩子，但是也不能黑白不分吧？真正的坏人是你，我贪了以后，你就把我扔到山上，让我自生自灭。如果不是宁宁救我，我早就没命活了。你少胡说八道，谁把你扔在山上了？王捕头忍无可忍，够了，再吵就全部带回衙门。秦大婶这才收声。沈宁宁看向院子门口站着的围观村民们，我不，婶婶们，那天一定有很多人都看见婶婶把奶奶抬到山上去了，你们可以作证吗？村民们一言不发，虽说都看到了，但他们哪敢作证？秦大婶的姐夫可是杜员外，一个个小老百姓得罪人家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？此时村子里的一个赖子突然喊道：我作证，这丫头在撒谎，秦老太太就是被狼拖走的。老奶奶被气着了，朝着那边吼道：你放你无敌大臭屁！你哪只眼睛看着了？你简直信口胡言！秦大婶暗中得意笑了，她继续添油加醋：王捕头，您可都听到了，这孩子养狼为患，连养大他的奶奶都能叼走，我们做子女的岂能放心留着他一个祸害？他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小家伙此时迷茫地望着那个赖子，他不明白为什么此前从不相识的人居然会站出来污蔑他。有村民跟着指指点点。不管怎么说，老秦家将他养到了4岁，怎么能算得上仇人呢？是啊，无论秦大婶怎么打他骂他，毕竟是长辈，大人管小孩天经地义，他都不能恩将仇报啊。赖子叹气，继续火上浇油。谁让他知道自己是孤儿，总归是养不熟。你们怎么能这样？是要逼死我们祖孙俩吗？老天爷啊，这世道还有王法吗？秦大婶在旁轻蔑地笑了一下，连傻子都知道，选择支持他就是在支持杜员外。而沈宁宁这个无父无母的野孩子，帮他作证有什么用？灾年当道，最不值钱的就是良心。一直没说话的王捕头却始终抱有怀疑。秦大婶，你报官的时候说在山中发现弹壳，从而怀疑母亲被拖走了。是啊，那里人烟罕至，除了我娘还能是谁？说完，秦大婶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。王捕头已然猜到些许，他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家跑到深山老林做什么？如果真的是被狼拖走的，那弹壳又是哪来的？这王捕头看穿一切，怒斥：言语漏洞百出，必然有问题。来人，将他带回衙门，好好审问到底怎么回事。捕头大人，我冤枉啊！是这个丫头纵容狼群伤人，怎么就成了我撒谎了？您应该把她拿下。此时，杜员外赶巧过来了，对着捕头说道：秦家跟本官有姻亲关系，你可不能随意定罪。杜员外，这家的事属实蹊跷，他说告4岁的小丫头利用狼群伤人，且言辞欠巧，属下这才想将她带回去审问。事情还不够清楚吗？重要的根本不是有没有人撒谎，而是狼群袭击村落是事实，伤了人也是事实。面对如此祸患，你还不赶紧替百姓们处置，居然本末倒置的要带走无辜的人。王捕头，你可真是糊涂。王捕头拧眉，觉得杜员外这番话实在有些牵强附会，还不赶快将沈宁宁绑起来，万贯处置，做好准备以防狼群袭击，四周埋伏弓箭手，抓住机会将狼群一网打尽，永绝后患。宁宁是无辜的，大人啊！沈宁宁跌跌撞撞往外跑去，她想要通知郎千万不要来冒险。给我抓住他！要是敢让他跑了，你们都要完蛋！宁宁快跑，别回头，别再回来！县太爷，就是这儿，宁宁家就住在这儿。陈婆婆指着秦家说道：县太爷，是县太爷来了。是啊，县太爷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咦，这个老爷爷不是上次被蛇咬伤的那位吗？杜员外看到县太爷的瞬间，脸色都黑了。一个小姑女怎么能认识县太爷？县令傅远松比他的官都大，是个惹不起的人物。小恩人，你好呀，老夫总算找到你了。爷爷，你的蛇毒治好了吗？上次我不慎被毒蛇咬伤，幸好你救了我。郎中说再晚一步，我这条老命就要保不住了。宁宁，县太爷一直在找你，恰好看见我在卖红果子，问了才知道你也给过县太爷红果子，他就向我打听了你，后来才知道你在祥云村。村民们这才明白，沈宁宁果然没有偷东西，那红果子本身就是他的。爷爷，你能为宁宁做主吗？丫头，你受什么委屈了？王捕头趁机站出来，将事情简单明了的说明。秦奶奶也主动说了缘由，听了前后因果，县老爷大喝一声：
放肆！这分明是恶习刁钻，对家人如打不说，还将受伤生病的母亲扔到山上，简直丧尽天良。秦老夫人的证词你们不信，反而要将4岁的孩子置于死地。要本官看，你们甚至不如那群狼。秦大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饶：“县太爷饶命！我们家实在是揭不开锅了，不然也不会把老人扔了。现在我们想将他接回来，好好孝顺。”小恩人，你说想怎么处置他们？给我道歉，并且承认你污蔑了我。秦大婶心中别提多憋屈了，让他给这个小孤儿低头，真是比宰了他还难受。但迫于傅远松的压力，他不得不低头。宁宁，婶子错了，我就是一时糊涂才会想出那些阴招。东西确实不是你偷的，是我气不过你顶嘴。可你就看在婶子跟你还是一家人的份上，原谅我好不？我还想让他也挨打，知道我有多疼。你说什么？你让我道歉，我也道了，怎么还抓着我不放？他居然如此狠心，经常打你。方才还不肯帮着沈宁宁说话的村民们，这会儿又开口了。是啊，经常打，有时候能听到宁宁她从晚上哭到天亮。还不止呢，这个汪桂红是我们村出了名的泼辣。宁宁3岁的时候，他就让孩子洗衣裳，不然就照狠了打。好几次被打得皮开肉绽，生起气来，连秦奶奶都能被关起来，还不许我们帮宁宁说话，否则连我们一起骂。这些都是真的，我亲眼看见秦大婶将半瘫的秦奶奶扔到了山上去。傅远松听了村民的说法后，当即下令把汪桂红100大板，她丈夫纵容恶行，不敬亲母，同样100大板，2人罪行恶劣，立刻打入大牢，关押1月，以儆效尤。秦大婶吓得瘫坐在地，她哭着看向杜员外：“姐夫，你可要救我啊！”杜员外硬着头皮想要沟通。县令大人，汪桂红她……杜员外，你应该惜福，为官就要明辨是非，不管此人与你有什么关系，都不该包庇。此事到此为止，本官不想听你为任何人说情。何况沈小丫头是本官的恩人，她的事本官一力作保。傅远松态度强硬，杜员外也不敢再说什么，只能在秦大婶的注视下灰溜溜的离开。秦大婶和秦大叔哀嚎着被拖走了。秦奶奶已经被儿子和儿媳妇伤透了心，闭上眼沉默不语。孩子，你还想要点什么？爷爷已经帮我教训那些坏人了，别的我都不要啦。嗨，你救了我的命，我怎能只帮你那一点小忙？这样吧，我派人来为你修葺房屋，给你盖个大房子，让你能与你奶奶安居，可好？不用了，爷爷，我想念书，你可以送我几本书吗？经过今天的事，小家伙已经彻底明白，他没有爹爹娘亲，只能依靠自己读书，他就能懂好多事，就可以强大起来，保护郎朗和奶奶。自然没问题，不过你要是从前没念过书，光靠自己去学，会很吃力的。这样好了，下月初1，我派人来接你。广阳县里有个不错的私塾，我可以举荐你进去读书。竟有这么好的事，沈宁宁高兴坏了。谢谢县令爷爷，我与你这个孩子也是有缘，以后喊我傅爷爷就是。秦奶奶踉跄走过来，要给县太爷问好。你的孙女很有魄力，也很善良，在那样素昧相识的情况下，为我解了蛇毒，堪称大义，所以我怎么报答都是应该的。时辰不早，傅远松说罢，与祖孙2人告别。沈宁宁和秦奶奶历经劫难，身心俱疲。就在这时，陈婆婆走了过来。宁宁啊，婆婆想求你点事。宁宁，求你帮帮我。虽然你们也过得水深火热，但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婆婆，你到底有什么难处啊？你能把地上的这些没人要的红果子也给婆婆吗？当然可以给婆婆了，不过这些果子脏了坏了，不能吃，我给你拿新鲜的。不用，我不吃，这几个烂的给我，能换点钱就行。他陈家的，你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说出来，我们帮帮你。不说这个还好，一说陈婆婆就难掩痛苦的哭了。我儿子他在边疆犯事了。她哽咽着把事情说了出来。我现在也凑不到钱，恐怕我儿在那边就要没命了。别哭了，他一定不会有事，咱把钱凑齐就好，会有办法的。沈宁宁心里想了想，打定主意。陈婆婆，你别急，这个忙我们帮你，钱我来出。陈婆婆一愣，宁宁，这150两可是天文数字啊！我就是将自己的地全卖了，也没那么多。陈婆婆不用担心，明日我从城里回来就把银子给你。说罢，小家伙牵着奶奶的手一起离去。陈婆婆待在原地，有些发懵，谁会相信一个娃娃能弄来那么多银子？傍晚，
药铺掌柜和他带来的马夫已经到了山脚下，就等着宁宁能把上好的药材给带过来。小丫头，今天阳光显得格外烈焰，这是一个坚实的香囊，还请你收下。他的态度这般和善，显然是觉得眼前这个小家伙的实力不一般。谢谢掌柜爷爷。叫我方掌柜便好。丫头，一会我药铺里还有要事，可否就在这里让我看一眼药材，咱们定下价格，等会到了店铺里，我就拿银子给你。沈宁宁将包裹拿下来解开，里面是3只黑褐色的何首乌，都是上品的家伙。药铺掌柜挪不开眼睛，只觉得自己要发财了。这样，我还是给你80两，不过这次是1斤80两，这3个加起来估摸着有个7斤不到的样子，我凑个整，给您600两，觉得怎么样？沈宁宁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，迟疑了一下。掌柜爷爷，你上次说何首乌是你们店里贵的药材，1斤也只给80两嘛？那上次为什么买我的紫灵芝是按个数卖呢？方掌柜心里咯噔一声，不好，这小丫头也太聪明了。他笑嘻嘻的讨好道：现在环境不好，名贵的药材很少会有买家，我买来也要担心卖不出手。沈宁宁听后善良的点点头。那好吧，你就给我600两。好，一会去了店铺，就给小丫头你去拿银子。快到京城城门口的时候，路边坐着一些流民呢，有的倒在地上，脸上泛着白。他们这是怎么了呢？不是个死，就是干渴死，旱灾导致没有粮食。那些富贵人家倒是不怕，就是苦了这些平民百姓了。他们这些人真是可怜，老天爷怎么不下雨呢？几年前，国师说我们这里将有妇女出生，会解决大旱。妇女出生那天下的大雨，差点把京城淹了。可从那以后再也没怎么下过雨啊！我看啊，国师说的话也不能全信。沈宁宁听了后也是觉得惋惜，掰去了药铺里。掌柜将已经点好的银子用大大的包裹装好，帮忙系在沈宁宁的背上。小丫头，银子这么重，你能扛得住吗？要不我找人帮你搬到马车上去吧。不用啦，我力气大得很，这点东西小意思啦。对了，掌柜爷爷，你知道镇南将军府怎么走吗？镇南将军府。方掌柜神情变得恭敬起来。顺着咱们这条街往前左拐，再左拐，再走过2个路口，再左拐，然后就到了。好的，谢谢掌柜爷爷。见小丫头离开，掌柜的小声琢磨着，这丫头还能认识将军府的人，难怪会有这么多好的药材，果然来头不小。沈宁宁离开药铺后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先将银子藏进了仙境里，自己身上只留了100两。好不容易走到镇南将军府门口，他喜出望外，将所有的疲惫抛之脑后，因为马上能见到哥哥了。请问，小家伙费力的仰着头，看着高大的侍卫，我要找莫哥哥，请问他在家吗？守卫目不斜视，理都不理他，把他当空气一般。就在这时，府内走来一个看起来十分斯文的男人。怎么回事？说好，我找莫哥哥，他在家吗？莫哥哥？谁是你莫哥哥？莫哥哥是莫林威。管家怒道：放肆！哪儿来的小丫头，敢在将军府门口找麻烦？太子殿下的名字也是你这黄毛丫头直呼的。这回又轮到沈宁宁诧异了。是哥哥让我来这里找他，他还给我1块玉佩呢。说什么胡话呢？快点把他给我轰走！一会老爷和少爷回来，见这个丫头在这里胡言乱语，还不得发怒？守卫听从命令，直接抓着沈宁宁，像是提小鸡仔一样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她拎起来。放开我，哥哥，你快来呀！这年头，骗子的花样真是层出不穷。知道我们老爷和太子关系甚好，就敢这样胡来？哼！小家伙被侍卫胡乱丢在了一边。赶紧走远点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沈宁宁尽满委屈，哽咽嘟囔：真的是哥哥让我来这里找他的。小家伙此时难过的很。没过多久，一个长相凶狠的男人走进沈宁宁一旁。我就说那回春堂的方掌柜怎么忽然就发了财，还以为他被神仙眷顾才能多那么些药材，原来都是你将好药材卖给了他。我的东西都卖给他了，现在什么都已经没有了。你卖好东西给他，钱都让他赚了，这就是在砸我的生意，断人钱财犹如要人命。小家伙，你懂不懂啊？这次我姑且放了你，以后要是再敢看到你将药材卖给他，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忽然一道黑影从天而降，膝盖直接顶着壮汉的脖梗后，壮汉轰然倒下。欺负人没一个好下场。谢谢小哥哥。其实我是女的，故意压着嗓子说话，不然让别人知道我是女子，就会欺负我。
谢谢姐姐。不必客气，你怎么衣服灰扑扑的？你应该跟我这种流民不一样的吧？我来京城找哥哥，但我到那个地方，别人认为我是来捣乱的，那可能不是他家，就把我赶出来了。京城人就是这样薄情寡义，他可能怕你纠缠，根本没有说实话。沈宁宁眸色跟着一暗，小脸写满了伤心。别难过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人活在世，没必要让别人欺负。你看我这样的，就剩下一条命了，还怕他们吗？沈宁宁低着头，难过的一言不发。你要是气不过，一会我陪你去评评理，把那个扔你出来的人给打一顿，让你出气。姐姐，你说的对，我才不要被人随便欺负，我有事就先走了。沈宁宁直奔回春堂。丫头，你来了，是不是想好下次卖给我什么好东西了？掌柜爷爷，以后我可能再也不能卖药材给你了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刚刚有个长相很坏的叔叔，不让我卖药材给你了，还好有人路过救了我。掌柜爷爷，我有点害怕，所以我再也不来了。什么？那人长什么样子？高高瘦瘦的，脸是尖的，还是个眯眯眼。方掌柜瞬间怒了，知人心斋的掌柜，他家与我一直势同水火。你们的恩怨本就与我无关，反正我赚的银子也够啦。掌柜爷爷再见。小姑娘，别让这么一个老鼠屎坏了我们的交易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处理这件事，绝不让你苦恼。只要咱们好好合作，小小姐的日子肯定能越来越好。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就交给我吧。那好吧，我就等着看掌柜爷爷打算怎么处理那个人。村长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什么事吗？你叔秦胜之前找我家借了15两银子，现在到了要还钱的时候，结果你叔婶都被抓进大牢里去了。我只是担心这个钱还不上了，我孙子马上要去念书，一家7口也都是要吃饭的，你看你能不能？村长话说一半，自己先停了。他也知道，跟一个4岁的孩子让他帮秦大叔还钱，这个实在不地道。但是家里不富裕，都等着用钱呢。村长爷爷，叔叔他们对我并不好。村长怔了怔，从袖子里拿出一张画押的红契。宁宁，不是我逼你，你看白纸黑字，还画了手印。你叔把房子抵给我了，说还不上钱，那村屋就是我的了。你不还钱也可以，那你替我跟你奶奶说一声，这房子先归我了。回头你叔还想要就拿钱赎回去。咱们都是乡亲邻里，我不会占你们家便宜。说罢，村长转身离开。等等，咋了，宁宁？叔叔还不上钱，这个房子就是村长爷爷的了。那我要是向村长爷爷购买这个村屋，需要多少钱？你要买？我可以出钱，但是我只买自己的村屋。叔叔欠你的钱，那就是他自己的账，我不会帮他还的。不过村屋还是可以买下来的。村长想了想，觉得也是个办法。你们院子也不大，在咱村位置又稍微偏一点，我不多要，这房子20两卖给你，好不？可以。村长没想到小家伙这么爽快。沈宁宁也是考虑到他奶奶在村屋里生活了一辈子了，肯定对自己的房子有感情，如果就这么没了，奶奶也会伤心。我还需要村长爷爷帮我作证，咱们立契，房子给了我就是我的，其余人要是想住进来，村长爷爷理应联合村民将他们赶出去。这些其他人当然指的就是秦大婶一家。这村长显然有些犹豫，这么做倒是没问题，只是秦大婶向来泼辣，又背靠杜员外，惹他就像是沾了尿，洗不干净，还会臭。村屋如果卖给我，我就会雇佣村子里的叔伯婶子们帮我重新翻修，每个人我愿意出2两工钱。村长爷爷帮助我，不会吃亏的。何况我们是正常买卖来往，婶婶若是不讲理，我就告诉县令爷爷，让他来主持公道。一听这话，村长顿时点头。好，宁宁，你真是个好孩子，自己过了好日子，也不忘记村子里的大家。咱们现在就上我家画契去，以后秦大婶他们回来，要是想夺屋子，村长爷爷第一个为你赶走他们。沈宁宁高兴地跟在他身后，画过押，过了契，村屋彻底是沈宁宁的了。听闻消息的村民们很快将村长家门口堵得水泄不通。曾经一身灰扑扑的小姑女沈宁宁，居然显得那样的体面和耀眼。村长当着大家的面宣布了这个消息，也说明了秦大叔欠账拿村屋抵押的缘故。沈宁宁抬头看着村民们望着她的眼神，有惊讶，有佩服，也有鄙夷不屑，她统统不在乎。
各位叔伯婶子，我家村屋老旧，需要重新翻修，也要换个门、漆篱笆，你们谁愿意来帮我？我出2两1人的工钱，绝不亏待。一听这个价格，村民们沸腾了。2两！天呐，宁宁，你给的价格比城里给贵人做丫鬟的月钱还多嘞！村民们开心的都想着被小家伙看上，一个个的举起了手。沈宁宁她伸出小手指指点点。你还有你都不要！上次婶婶欺负我，你们不仅不帮我作证，还跟着她一起说我的坏话，我都记着呢。所以我不要你们帮。那几人如遭雷劈。宁宁，上次我们都是被秦大婶骗了。是了，他就是个骗子，我再也不会那么说了。沈宁宁不为所动，村长替她平静大家的吵闹。好了，村屋是宁宁自己的，她选谁都看她自己意愿。你们也是，以后要记住管好自己的嘴，缺德的话不能再说。几个村民面色灰败，直说知道错了。沈宁宁走到一个看起来十分沉默的中年人面前。刘大伯，装修的事我能拜托给你吗？奶奶之前说过，刘大伯就是做木工的，手艺很好。最重要的是，刘大伯为人老实忠厚。刘大伯也是没想到小家伙瞧中他了，他有些犹豫，不知道能不能把房子修好，因为秦家那个村屋实在是太旧了。他媳妇在背后看着可急了。舍花呀你，这么不舍花？刘大伯这才点头。可以是可以，但是你家村屋旧，翻修肯定少不了花钱。那都没问题，多少钱都算我的。最后定下来，刘大伯负责这个差事，钱不够的话，小家伙可以再补。村里人人都开始议论，这么好的肥差，怎么就落在老实人的头上了呢？傍晚，沈宁宁和秦奶奶坐山上。奶奶小的时候，大人见到这样的月亮，都说是天火要来了。所谓天火，就是热，看来这天马上会更热了。这会儿已经是晚上了，山上没那么炎热，吹来的风多少还有些清凉。小家伙靠在狼王身上。奶奶，天气越来越热，不下雨会死好多人嘛。他想起在城门口看见那些受苦的流民。是啊，大旱都持续7年了，每年只下2、3场雨，好多地方吃不起东西。朝廷这几年一直在开仓放粮，但是估计也要没多少了。咱们祥云村原本每个月都能从官府拿领粮食，一家能有1袋子，现在也都领不了了，全靠自己买。所以啊，宁宁，夏天马上来了，死的人会更多，你不要乱跑，奶奶会担心。这几日我都在家待着，陪奶奶，陪郎朗。不过明天要回村子里去看看咱们的村屋。秦奶奶动作一顿，村屋。沈宁宁简单的将自己买屋的事说了。秦奶奶沉默良久，才点点头。宁宁，你做得对，奶奶再也不想看见你吃苦了。不会吃苦的，我会带着奶奶还有郎朗一起过好日子。秦奶奶笑得慈祥和蔼，这边其乐融融。然而另一边，镇南将军府内，啪啪几道鞭子响起，管家倒在地上，疼得嘴唇哆嗦，面色惨白。他像一条可怜的虫，在端坐的少年脚前求饶。太子殿下，奴才真的知道错了，奴才不知道，原来他是您的人啊！太子殿下，奴才真的知道错了，奴才不知道那个小家伙是您的人啊！少年太子莫林威，博俊的眼神像是盖了一层霜，有着最无情的神情。继续打。2个拿长棍的人是太子亲卫，顿时又打了起来。镇南将军府的陈少北终于忍不住的走了过来。太子殿下，我这个管家确实不知情，倘若知道那个小姑娘是来找你的，他一定不会将她赶走。我回宫以后琐事太多，一时忘了交代你。他说到此处，抬手按了按眉心，也不知沈宁宁来找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棘手的事。但是当他听说管家让人将他扔了出去，莫林威觉得自己应该给沈宁宁出气。太子殿下若是担心，不如明天我陪着殿下去那个小姑娘住的地方看看。莫林威正有此意，万一沈宁宁有什么急事求他帮忙，他也好伸出援手。停手吧，管家总算不用被鞭打了。莫林威站起身，丢下一句话：这顿打是希望你长眼，怕往后再来镇南将军府，要把他供起来，好好对待。说着，莫林威便离开了这里。次日，莫林威和陈少北一起来到沈宁宁当初住的狼洞里。殿下，你确定救你的小姑娘住在山里？没错，她被家人欺负，无处可住，只能随狼群住山洞，所以管家将她扔出来，所有人都欺负她，踩她一脚。你说她可不可怜？这我还没说什么呢，太子先护上了，咱也没说小姑娘不可怜啊。沈宁宁，沈宁宁。周围只有虫子清鸣，无人回应。狼洞里空空如也，烧火做饭的痕迹早已变得陈旧。这里怎么没有人？
他们不仅没有发现人活动的踪迹，连一只狼都没有。看来他应该走了。狼群生性警惕，不会一直在一个地方居住。听了这话的莫林威眸光黑如浓墨，他不由得回想起在这里和沈宁宁一起度过的时光。看着墙壁上他刻下的名字，耳边似乎又扬起沈宁宁软糯的声音：“哥哥，这是何首乌的另一种写法吗？”莫林威只要一闭眼，沈宁宁的身影就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正逢灾年，他为什么要乱跑？去了别的地方，活得下来吗？陈少北见莫林威神色泛寒，莫童深冷，他不由得出声安慰：“相差已简单，派人在四周找看。”算了，不必。我本来想报恩的，答谢他救我一命的恩情，但是既然无缘相见，那就罢了。虽然表面上这么说，但其实莫林威的内心还是比较的担忧。他连吃鸡蛋都不知道剥壳，在外面真的活得下去吗？很显然，他已经忽略了自己受伤时，沈宁宁不仅能照顾他，还靠自己养活着奶奶和狼群。另一边，沈宁宁刚进村口就遇见了赖子。哟，宁宁小妹妹啊！沈宁宁根本就不想理这个人，继续朝前走去。宁宁小妹妹，你咋不理人？按年纪，你得喊我一声叔，也不过分。哎，算了，我不跟你个小孩计较。我有事跟你说，你能听一听不？沈宁宁依旧不理睬，狼王凶狠的目光看着赖子，让他不敢再靠近一步。我知道最近刘大伯他们在给你修屋子，你看我年轻力壮，也能帮你啊。而且我认识城里的木工，绝对比咱村的人干得好。你要是愿意，我可以帮你出面，凭我的身份，价格公道便宜。他话音刚落，忽然旁边院子里一桶泔水呼啦一下泼了出来。是哪个没长眼睛的羊羔子泼的水？回头一看，竟然是刘大伯的媳妇刘大嫂子，她是村子里最能骂的村妇之一。哎呦，四赖子啊！刚刚听到有人在我家门口大放厥词，我赶紧拿了最后一桶泔水，让他清醒清醒。没想到是你呀！刘大嫂子皮笑肉不笑，双手叉着腰。你家里没水，就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德行。你个死赖子！你爹留给你的家产都被你败光了，天天游手好闲。村里说你心眼最坏，还敢缠着宁宁说瞎话。你再乱来，老娘撕烂你的嘴！赖子骂不过他，也知道刘大嫂子一生气就打人，他干脆继续纠缠沈宁宁。宁宁小妹妹，你信我一次，绝不后悔。沈宁宁烦了，不想和他废话。狼，赶走他！沈宁宁刚说完，狼王凶狠地扑了过去。哎呀，我的娘哎！吓得赖子撒丫子就跑。刘大嫂子见状，哈哈大笑，解气，太解气了。刘大嫂子喜欢沈宁宁这么聪明伶俐的小丫头，她直言不讳地说：“宁宁，你看天气这么热，土地都晒裂了，他们还在给你干活。我也不是邀功，不过我家老刘为了你村屋翻修的事，前后跑了好多趟。他是个闷葫芦，再苦也不说，但婶子是敞亮人，咱有话直说。婶婶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宁宁，你看啊，能不能给我家老刘加点辛苦钱？刘婶婶，你别急，我知道叔伯他们干的辛苦，不会亏待他们的。刘大嫂子干笑两声，心中却想，这小丫头精得很，也不说同意还是不同意涨工钱。藏在远处拐角的赖子正恶狠狠地盯着沈宁宁的身影。不就是靠着狼群吗？拽什么拽？赖子转了转眼珠，想到一个计划。看我找人牙子来，把你抓去卖了，还怎么嚣张？让他赚不到银子，还吃不上东西，就是沈宁宁的错。过了2天，赖子带着2个神色刁睨的男人进村了。你们就躲在这个位置，每天的孩子都来，就会从这儿经过。据我观察，每天他的身边都跟着几只狼，等着那几只狼从他身边离开的时候，你们直接动手，抓着他就跑。他才4岁，反抗不了的。你确定这个小姑娘长得漂亮，皮肉细嫩是吧？那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忽然，他们身后传来一道质问：“你们是谁？”赖子一回头，见村长的孙子邓富贵，还有2个小跟班。原来是富贵啊！没事，这几个人是赖子叔的朋友。你们刚刚说的细皮嫩肉的人，是不是指小狼姐？赖子心道不好，怎么就被邓富贵听到了？我们就是想找他玩。你说谎！来人嘛，爷爷、老爹，赖子找人来村子里抢小狼姐了。随着他的呐喊，老村长带着越来越多的人赶过来。赖子见状顿觉不妙，不好，快跑！他和2个人牙贩子拔腿飞奔，还不等跑多远，就被村子里身强力壮的汉子给狠狠按住。2个人牙贩子怕挨打，忙道：“是赖子喊我们来的。”对，都是他说，村子里有个小姑娘，漂亮水灵，让我们绑走她个好价钱。老村长愤怒地走到赖子面前：“混账玩意，早知你不是个东西，之前帮着秦大婶污蔑宁宁，
现在还想卖了他？村子里刚过上好日子，那都是宁宁带来的福气。你个瘪犊子，竟敢捣乱！给我狠狠的打！棍棒由于一点着，密密麻麻的落在赖子身上，他发出杀猪般的惨叫。我的腿断了！老村长示意大家住手，并严厉呵斥：断腿还是小事，以后再让我看见你在村子里为非作歹，我们就要了你的命。你们把他俩还有赖子都送去官府，交给王捕头，将事情说清楚。看着大家真的齐心协力地帮着这个小萌娃，先前帮着秦大婶欺负过沈宁宁的村民们，只能远远地看着，干羡慕，真是悔不当初，怎么就得罪了这么个小福神呢？